自从上2次给大家测试了绿联的 NAS、天贝的 NAS 之后，我已经被网友们奉为希腊掌管 NAS 的神。这当 NAS 的神也太容易了点儿吧？然后网友现在在评论中呼声最高的是让老张继续做 NAS， 然后今天来的是老张刚刚在某东买的海康威视 R1， 因为我也用海康的摄像头和萤石的摄像头，摄像头的参数那都是顶呱呱，稳定性也极好。但是海康有个特点，就是它的控制系统做的就是一坨屎啊。然后我猜这个 NAS 到最终啊，很有可能又是需要我们来给它刷机成类似于黑群晖。它的原版系统应该啊，我先下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应该不会做得太好。但是我还是给大家体验一下。然后我买的这个版本，它定价也特别有意思，它有8G 版内存和16G 版内存，然后内存又是可以自己换的。16G 内存版本跟绿联的16G 版本的价格是一样的，就是1999。但是它没有优惠，绿联优惠完不是1799，它的这个版本呢是8GB 内存的，卖1799啊，所以它其实是卡着绿联在打，然后它正好比天贝的这种准系统呢贵了400块钱，但是天贝你得加个内存呢，所以事实上应该是贵了300块钱，但是它又比系统几乎不能用的绿联便宜了200块钱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要升到16G 的内存，却跟它的价钱一样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如果你只用作 NAS 而不跑 AIO 的话，8G 内存其实就够用了，1799。OK， 咱们来看配件啊，说明书扔掉，电源适配器12伏10安。满载120瓦，一套2.5英寸硬盘安装的螺丝刀和螺丝，带有屏蔽的网线2根。哇，它这个主机好大呀！明显这应该是一个 CNC 的外壳，海康威视的 logo。前面的 I/O 是2个 USB 3.2 10GB， 然后你注意看这儿有一个贴膜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块小屏幕，并且分辨率还相当的高，在运转的时候能显示里面的一些系统的信息啊。然后你如果装 Windows 的话，这儿能当成 Windows 的一个副屏，你可以用 IDA 做副屏。这洋气啊！前面板啊，很明显铝合金的材质，这个做工也是极好啊。然后这是它的4盘位，它是竖置的结构，这个简单，你看它是不用摁了是吧？直接拉，它是一个步骤一个动作，你看更方便咱们的小朋友来搞破坏了。也是免螺丝的，它的整个结构跟群晖是一样的，是一个可扣的边儿，但是这个条是拆不掉的，你看，防止它丢，插入这样扣上这个防护条，这就完完全全的固定住了。2.5英寸的插入要拆螺丝吗？不需要，咔一扣，下面螺丝孔一固定，然后你这个还是可以摁回来，搞定了。它还有第2个特点，帅不帅？它的侧面就是用来安装内存和 SSD 的这个区域是免工具拆卸的钢化玻璃面板。然后大家可别老调侃老张说退货，咱是那样的人品吗？给大家看这才咋退货啊？这不得把客服小姐姐为难死吗？这里是它的 RGB 灯，这应该是目前最漂亮的 NAS。这是已经预装的一个8GB 的内存，最大可以升级到32G。然后这个也是用的 DDR5 的内存，它有2个 NVMe 的插槽，都是2280的一个长度。它其实这边有这么大的空间，完全可以做到20110的长度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I/O 的接口啊，它背后这也是它的一个风扇位啊，你看它内置了一个磁吸的面板，这个也要比绿联要强。绿联只有后置的这个防进灰的板，前置是没有板，它是双板钢网啊，做工也极好啊，大家看。极好，这一看就是14的，我都不用猜了。这个机器的对应 CPU 的位置也有一个风扇啊，这个也是绿联所欠缺的。绿联为什么动不动60多度？是因为它 CPU 只有一个散热片，12伏的 DC 电源，2个 2.5G 的网卡 ，HDMI 2个 USB 3.2都是10GB 的版本。HDMI 最大支持 4K 60赫兹，然后没有 DP 接口，没有 Type C 的一线连，接口上没有天贝那么强。一根网线，电源线，开机。哇，来快看这屏，直接来扫码，然后这儿立即添加，然后开始搜索，
直接就搜出来了，上来就让更新。你看看这个屏幕触控的，它在下的过程中，咱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屏幕的用法。左再也不用像黑群晖一样去找一个软件再搜索了，直接就告诉你它的 IP 地址了。右 CPU 的温度看到没有，37度人家做的。然后风扇策略不需要进 BIOS 了，直接可以改4种：智能、低速、标准、强劲。再滑，你还能看到硬盘的一个信息，上、长按。然后一进来，系统这里就直接提示检测到有5块硬盘未使用，咱们呢去先建一个存储空间。它是不能把 M2 和 SATA 硬盘混合来做存储的，因为我插了4块硬盘，所以它默认直接就告诉咱们最好做 RAID 5，它叫均衡模式，还解释了这个损失的容量以及数据校验的一个情况，这非常好。哇，这个太好了，是吧？谁要删你的数据，它是要给你发个短信验证的。正在创建空间，大概需要5分钟20秒。然后和米家一样，它是可以邀请你的家人用一个手机号让它加入到你的设备的。然后这儿可以一键备份我们的照片，然后它会自动在空间中建立一个我的备份，来自谁谁谁的相册，然后还可以同时备份通讯录、微信。然后你看。开始了，因为我现在在内网，所以它同步速度非常的快。然后这儿还有个文件查重功能，它会自动的在你的 NAS 中找到内容相同的图片，然后让你选择是否保留其中一份。然后这儿有更多，相当于一个插件的一个位置。离线下载、百度网盘、迅雷，这老张的必备视频监控，它可以把你的摄像头拍摄的设备直接存储到你的 NAS 里面去。这还有自动赚钱的节点小宝 ，OK， 这是快捷文件夹，可以设定一个文件夹为快捷文件夹，就是你在这个第一屏就可以自动的进去。这是我本地的，然后你看我点这儿就可以上传，看，这就自动上传上去了。这是 NAS 的内容，能不能下载到本地？直接点下载，看一添加到任务列表就会下载到本地，也非常方便。还有就是这个内容能不能共享给公网的用户？你看这儿分享，你可以设定时间啊，哇塞，这做的简直了。比如说我今天要给你分享一个内容，我点1天微信，然后直接就可以分享给某一个人，牛逼。然后你看我远端的相册就已经出来了，第2屏叫个人，这是我个人的东西，然后这是家庭的东西，那就是家庭可以共享。然后你看它的标签还自动切分了，跟手机一样。这里是音频，刚才我上传的，这已经是 NAS 端的了啊。然后这是文档，它都会自动归类。OK， 那咱音频我看看能不能播啊。这儿还有回收站，就是你删除的东西不会直接被删除，而是先被放在回收站里。然后你通过外网链接分享出去的内容，会自动在我的分享里，因为有时候你分享完之后忘了解除共享嘛，你怕别人会看到你的东西。然后这儿可以看到设备的状态，还可以调节风扇的转速，网络有线网络你可以自己在手机端设定是 DHCP 还是静态，可以开启外网的穿透，它叫做 Easy Connect， 这个就说明你在互联网上就可以访问你家的这台 NAS。 然后局域网应用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直接打开你设备的 SMB 共享，可以设置密码，可以设置 AFP， 就是苹果共享的一个方案，然后这儿还会告诉你共享的链接。 DLNA 就是直接把你的视频暴露在你的播放设备端，比如说你的机顶盒，它如果不支持 SMB， 你就可以通过 DLNA 直接来推给它。还有一个叫 TV 版设置，你可以在电视上下载叫海康智存 TV 版，你就可以让你的电视访问你的某一个目录，外接存储备份，这个相当于群晖的那个叫 UDisk， 你插入 U 盘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备份，然后你还可以设定备份到哪儿，然后是全部还是某一个文件夹，然后可以从这儿开关机或者设定开机的计划和关机的计划，它就会比如说每天早上6点钟开机，12点钟关机，防止你家的小子夜里12点起来偷偷看你的东西，对吧？你可以设置这个，比群晖的易用性要强得多得多得多。群晖在移动端一塌糊涂。一会儿咱们还是去 PC 端再看一看有没有更丰富的功能啊。海康的 R1呢，首先和群晖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啊，就是它是没有这个外部端的，你通过网页是无法访问到这个 NAS 的。那如果你在电脑端想要操作你的 NAS 呢，你就需要装一个 APP， 人家是这个新生代的事物，你看它也是需要登录的啊，就是跟互联网登录的。
哎，整个页面看起来就跟这个百度网盘似的啊。首先，它把咱们的 NAS 的空间整理成了4种文件格式，分别是图片、视频、音频、文档。这个相同的我就不说了啊，跟手机端是几乎一样的。我呢，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在电脑端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你会发现，哎，它多了几个空间啊。第一叫同步空间，它呢是可以设置你的某个本地的文件夹和你的 NAS 实时同步，就是你既可以在电脑端操作，也可以回到家在你家里面操作。它的文件的修改是两边完全同步的。这个文件夹就是咱们的同步空间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传一个迅雷的安装文件 ，R1 里面就会自动出现。哎，那我们在这儿编完，这个地方的文件一打开也会自动同步，这个非常非常好啊。它还可以备份电脑的文件，然后还多出来一个东西，就是 Docker。事实上，这个 NAS 是支持 Docker 的，只不过呢，它是需要在电脑端操作。然后你看，人家还给你把 Jellyfin 都给你准备好了啊，你可以直接把 Jellyfin 当成 Docker 装在你的这个设备里，你就可以做成一个视频播放终端了啊。镜像仓库里，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你看。镜像仓库里有各种各样，它没有一个列表，但是它让你搜索，比如说 EMBY 你也可以自己装啊。咱们现在主存储空间就是这个空间1啊，然后我们来这儿新建一个文件夹，非常完美啊，不存在什么权限问题。然后咱们来上传一个文件，拖拽支持上传，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能不能直接拖拽下载。我现在是 Mac 啊，直接用的 Finder 没问题，非常简洁。那咱们呢还是挂接一个 SMB 的服务啊，咱们还是连接一个 SMB 的服务，然后来测一下这个带宽啊。好，咱们直接从本地啊，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无线网关了，连的是 2.5G 的有线网络，然后100个 G 文件直接开怼。峰值大概能摸到200兆左右啊。好，现在是疯狂读写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整个 NAS 的一个发热的情况啊。果真，你看它的发热控制的是要更好一点的。正面的温度最高在38度左右，这是它的主板面，大概在39度，温度控制极好啊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功耗情况，现在是疯狂读写的状态下。整机功耗在45瓦左右。好了，老伙计们，这个就是海康威视 R1，是最近老张用过最好的 NAS， 但是它和群晖完全是一个交叉竞争的状态。群晖呢，更多的倾向于是一个专业人士的选择。各种功能更丰富、更详细，甚至你可以装虚拟机。但是群晖更多的应用都是基于电脑的浏览器那个链接，就几点来操作的。APP 简直弱的就是一塌糊涂了，所以它不是给现在的00后或者是家里的家庭妇女用的，而是给极客准备的。海康这个机器，我本来对它的系统是一个弄回来我可能就要装黑群晖，我还要想想怎么能把它抹掉的一个刻板印象。但是用完之后，我发现这个东西是给新生代或者是一些家庭妇女，或者是根本不想研究复杂的 NAS 功能的人准备的。它是基于移动 APP 原生的一个设备，并且性价比极高，老张没有收1分钱。